嗨，我是君令，这是我的写字频道君令学堂，欢迎在频道中和我一起学习写字哦。上一回第32招，我们利用了登鹳雀楼这首诗，带入了行气的观念，也教大家写了白日依山尽这5个字。有兴趣的话，请看下方资讯栏的连结。今天我们继续用这首诗引领大家更进一步精进自己的硬笔能力哦。今天的主题是中宫，你有听过中宫这样子的名词吗？我们今天就要带着大家深入了解中宫的奥妙哦。中宫在写字心法中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。常听人家说，只要中宫紧实了，字的结构就扎实了。字的结构扎实了，那么字看起来就会相当的有精神哦。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中宫的力量。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守住中宫，让中宫能够帮助我们在写字的时候把字体表现得更好哦。中宫就很像是在健身雕塑身形一般，身形雕塑练好了，那就是有力的肌肉，光说不练就是一团散肉呀。这样比喻应该相当贴切吧。还有啊，真的要请各位拿起笔来写一写，练一练。当你在观看影片的同时，应该做的是边写边练边看影片，这样才会有效果哟。真正的写跟看影片其实不太一样。看影片时，你以为这些观念你都理解了，但是当你自己真正拿起笔来写一写的时候，才会发现原来写字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所以光听我说，光看我写，字体是绝对不可能有改善的呀。就让君令唠叨一下吧。不知道到底有几个人是边看影片边练字的呀？如果有的话，一定要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就留我有练字哟，这样君令就了解大家真的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了，我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哟。好，我们这就来介绍一下中宫的位置在哪里吧。现在我把画面中的格子分割成9小格，这是一个田字格，那我现在用9宫格的方式去分割它。好，当我分割出9小格之后，就开始来命名咯。中间的这一块我们就称之为中宫。当我划分出9小格之后，我们来一块一块的切割。好，我们先看到我们的中宫2个字，大家可以发现中字几乎所有的笔画都集中在中宫这一块，宫字也几乎是所有的笔画都集中在中宫这一块。写字我们来看看吧。当我画下中宫的格子之后，大家就更清楚的了解，如果你想要字体结构更加的紧实，那么你就必须把你写字的大部分的笔画都落在中宫。那么如果我替这9个格子来做一下编号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中宫的位置就是5号格咯。那我们写字的时候就尽量让笔画落在这个5号格子的附近，提醒自己尽量让笔画出现在中间的5号格子，做到笔画落在中宫之中哦。另外提醒大家，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你的按赞是我拍摄影片的动力来源哦。还有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影片看到最后。其实每一个段落，君令都会插入一些知识点，如果漏看了，就十分的可惜哦。我们来看画面上的黄字哦，一样，我让它中宫的格线出现在我们的黄字上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黄字大部分的笔画也落在中宫之中呢？的确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这个黄字了。下面这个黄字跟上面这个黄字比较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上面的黄字结构比较紧实，而下面的黄字笔画的处理上松散很多。那我们一样再画下中宫的位置给大家看。当我们画下中宫的位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哦，就是它有些笔画都跑到中宫之外了呢。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，把笔画尽量放在中宫里面。
那到底要怎么把笔画放入中宫来写呢？首先，第一笔的位置很重要，第一笔的位置就先紧抓中宫5号格的位置下笔。再来呢，2个竖画要让它靠近中宫，所以2个竖画就不能太分开，必须往中间聚拢。接下来的一笔横画，我们要拉长它作为主笔，所以长长的让它拉长。接着写田的时候，也让它守在中宫中书写，然后记得保持均尖以及口部结构上大下小的道理。在下撇点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出黄这个字大部分的字体都守在中宫之内咯。再看禾字的书写，禾字的书写一样的道理，观察一下这些笔画有没有尽量落在中宫之中呢？如果有的话，禾字看起来就也会是紧实的字哦。事实证明，我们禾字的笔画也尽量都落在5号格之中咯。那如果万一我写的结构比较松散，每个笔画散落在不同的位置，那么我就没有办法让我的中宫变紧实咯。你看2个字其实差别就很大，所以我们记得要将笔画往中央尽量的聚拢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的5号格的位置，也就是中宫的位置。禾字要怎么写呢？首先来处理3点水的位置，第一点靠着5号格的边缘下，第2点斜点，第3点变成挑画。当我们在写水部的时候，我们会让它呈现弧线这样子的造型，口诀是3点水走弧线哦。好，接着我们要下横画了。横画呢，在第1点跟第2点的中间出发，拉长尾上扬，然后我们写口部。现在我们写的这些笔画其实都落在中宫之内哦。然后再写竖钩。紧接着我们来看入这个字，先来看看画面上的入字出了什么问题。首先第一个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入字起笔太高，所以整个字呢往上跑了，没有做到上一次影片中跟大家提到的止中。好，那现在我把入字往下降，字中的问题差不多解决了。觉得现在这个入字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呢？看出来了吗？上回君令跟你提到过，如果是笔画少的字，我们就必须把字给写小，才能呢让字体的大小感觉配置上是比较平衡的。所以我们再把入字写小一些。好，入字写小一些，感觉上好像比较 OK 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，把中宫画出来，看看入字有没有守在中宫之内呢？我们来利用入字这个简单只有2笔的字，再来带一个观念给大家。我们看一下撇跟捺交汇的这个点，撇跟捺交汇的这个点呢，我们会给它一个名词叫做接点。要守住中宫，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是，你可以去观察，然后去感觉一下自己写的字的接点大部分是落在什么位置呢？大部分应该要落在5号格中哦，每一个接点都往内靠近，那么中宫自然就紧实咯。接着我们来写海这个字，海这个字它3点水的部分占的比例要稍微小一点。那我们3点水的最下面的挑画，也可以用刚刚君令写的方式，先压下去，再往上挑上来。3点水走弧线的口诀要记住哦。接着我们来写撇画，撇画呢大致会从点画的第1笔的起头往下撇。接着我们会再写一个短横，海字的角度不太好抓，也不太好写，但是我们利用中宫收紧的概念，把笔画尽量凑在中宫的位置，字体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松散哦。接着我们再写撇，然后要一个长顿点，这个长顿点比较特别，它必须往下压。
我们笔画多数都是为上扬，但是有些少数笔画我们会往下压着写。那海字的撇长顿点就是这样子一个下压的笔画哦。然后我们会再写横，然后折钩。刚刚下撇长顿点的地方不能够太下面，必须往上提，接点往上提，凑在中宫之内哦。好，那我们再下一个横画，横画是我们的主笔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拉长写。接着再下点，这样我们海字就完成咯。来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把海字尽量都收在中宫之中了呢？我们这一集影片最主要就是教给大家有关中宫的概念。大家在写字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再留意到这一点，那我们写硬笔字的能力就可以再精进一大步咯。好，的确是落在中宫之内哦。我们再来看流这个字的哦。流这个字一样有3点水，那我们让它走弧线。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下一笔的横画要落在什么位置呢？下一笔的横画如果抬得太高，在这么上面，那么等一下我的撇条连接出来之后，就会发现撇条的接点往上跑了。那我们刚刚说过了，接点要往内移，所以那我如果让它移到这呢，那我的横画是不是就要调整到这边呢？那我们重写一次给大家看咯。所以3点水下了之后，横画往下移，才能确保等一下我们跟下一个笔画的接点会落在中宫之内。好，撇条，好，撇条在这边就该停咯。如果我万一不小心撇条又太出去了，那接下来我的点就会让接点又落到了大概格子6的位置咯。好，所以我要让它落在格子5，我就要收进来一点点。如果再出去，点画再加上去，那就落到格子6了。所以让所有的接点尽量落在格子5中，也就是中宫的位置，这是确保中宫紧实的方法哦。接着竖撇，竖，然后竖折，这样我们流字就完成咯。黄河入海流这5个字，有3个字里都有水部的存在哦。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一集，至少也要学会3点水走弧线这个概念，并且对于中宫这个名词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哦。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，觉得这则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赶快记得帮我按个赞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是个好频道，记得订阅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，让好影片不寂寞，好频道不被埋没哦。邀请你让频道中提出来的观念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谢谢你，我们下次见，不见不散哦。